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Hunter， 回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一套来自宾港工作室最近刚刚现货的人工进化实验体 B006 Ant 蚂蚁。这款角色呢，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在预定的时候其实都稍微有些疑惑。第一个点呢，就是它的配件非常的单一，就是基本上全部都是聚焦于它的手型，然后再就是它的这个头雕部分做了一个替换头雕，其他的支架、指品、替换关节，然后还有这种极具设计感以及他们家风格的这个 UV 的盒子啊，仅此而已啊，就这么多配件。我个人觉得呢，这个配件量，当然定价上面呢也是相比起之前比较辉煌的大王虎甲，还有这个昂克瓦尔人这些非常经典的产品有所下降，有所下调。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最后拿到手之后呢没有那么好玩？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它其实是一个重人的素体版本的这样一个玩具，因为除了替换头雕之外呢，其实就是手型了。第二个点呢，就是官方在宣传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呢，在它的玩点方面其实做的有点隐晦了。那我们玩过之后的朋友呢，可能就了解到，其实这一次的玩具它不单是一个就是重人的素体啊，在这个剪影画还有官图里面，其实大家都看到了，设定集里面这个 B006 蚂蚁呢，它其实是在这个人工调制的过程中，从这种爬行的状态啊，逐渐的然后适应和模仿，然后变成了这个人形直立的这个形态，而且这几个形态之间呢可以互相切换的过程呢，当然呢也是结合了玩具的这个结构设计，还有这个说明书上面的一些解析，才能完成一个比较符合它原本这个设计师理想中状态下的这个设计。在转动它的这个头胸腹关节的时候呢，其实是要做多段转动的。我个人觉得呢，就如果你自己盲目的去把弄这些关节的话，有可能会造成玩具的一定程度的损坏，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把纸制品说明书里面转动方向的这些细节啊，稍微的多看一下。那么现在呢，就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一下这款玩具。首先呢，包装盒方面呢，我们一笔带过啊，非常经典的这种设计语言啊，黑色打底，很像是一款电子产品。然后背后呢，这些特征化的以及这个注意说明，我们就不多做赘述了。然后来到这个玩具的本体部分，还是老样子，360呢在镜头面前旋转一圈，给大家去看一下身上的效果。这次的玩具呢，相较于大王虎甲还有昂克瓦尔人来说的话呢，它的涂装算是非常的简单。当然塑料的质感呢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看到呢是有一定程度的金属光泽，然后还有一些光油的感觉比如说半消光和高光以及消光之间的这个黑，那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区分和分色。渗线的部分呢，在甲壳的这种缝隙中呢是有做这个黑色亮油型的渗线，那与它的这边的这个胸腹关节以及背后脊柱的这个颜色做出了这种呼应。然后包括呢它的关节的这个内衬的部分可能算是比较柔软的部分，想表达出这种感觉啊，它用的是这种偏凝胶一样的这种涂装质感，然后还有塑料选型。头雕方面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默认的这个头雕呢非常的就是重画，那基本上就是一颗大鳄蚂蚁的头，只不过呢做了更多层叠的这个甲胄化处理。这个头部复眼的部分呢，则是选择以凹下去的这种语言表达，它更像是一个类重人形的骷髅头脸。那很多朋友呢在拿到之后呢，做了一定程度的渗线和改色，让它整个神情变得诡异一些啊。因为我个人财力有限，如果我能够去购入3到4只的组成一个蚂蚁小队的话呢，我至少会把一只的眼睛涂成这种血红色，或者说是金属红色，那让它显得更具攻击性一些。或者说呢，我们把常态的是保留这个银漆的颜色，然后另外一个这个龇牙头雕换成这个红色可能会好一些吧。后续呢也想在评论区看一下大家的意见。我个人更喜欢这个龇牙头一些，因为这个龇牙头呢感觉
让我感觉到一丝就是非常强大的攻击性，同时它的这个大颚的部分呢也裂成了差不多一边4个，因为之前看这个小的头雕，就是这个常态头雕的时候，你可能看不清楚它的大颚的这个裂片呢，它其实是2层，然后呢到这边的这个龇牙头雕的时候，这边的口器这个大颚呢是上下2层全部张开了，一看就攻击性非常强。触须方面的话，两边呢是一样，用的是这种韧性材料。你会看到网上有些人玩梗啊，就拿着这个甩去证明它的这个韧度，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如果它卡的比较紧，还是很容易悲剧的。不建议大家把它抓着大风车这样甩着玩啊，而是拿着它的根部啊进行一定程度的角度调整。而且它这个触角呢，与其说是像蚂蚁的这个触须，不如说更像是这种天牛的触须。不知道大家以前小时候抓过天牛没有啊？现在夏天想在城市里面抓一只天牛呢，简直是就是比登天还难啊，真的是非常难。你除非在这种很偏僻的地方才能看到天牛这样的动物啊。那扯远了，回到这次玩具的本身。玩具本身的这个手型方面设计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把这个镜头拉到这次的配件手型方面，这次的手型方面呢，其实有很多可以说到的地方啊。首先呢，它比较偏人性、偏人类形态的部分呢，是像这种握持手型。没错啊，它在这个玩具人偶这个设计的时候和大王虎甲相似，它虽然是昆虫人，但是它们保留了这个手部已经进化出了这个5根手指的特色。你看这个握持手型呢，做的是惟妙惟肖，它是中间和两边小拇指和大拇指分开，然后中间是3根手指的这种感觉，很像是一些爬行动物会有的设计。但是整个模具呢，其实这个手型还是真的是非常小啊。刻画还有模具的锐度呢都是不错，包括这个甲壳部分的这个裂痕也 OK， 但是呢是缺乏这个渗线的。然后看到这边这个尖刺的手刀手型呢，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看起来呢就是非常锐利啊，可以这个一本贯手，直接刺穿这个昂克瓦尔人的心口的这种感觉也都是 OK 的。然后其他的这种爬行手型呢，我觉得是给的非常的不错。然后渐渐的它就可以站起来，像这个相当于人类的龙爪手，但是更像是一个一个的小蜘蛛啊，看起来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的话，看到这一个手型估计会有一点不寒而栗啊。但是这个手型的开模和锐度呢，确实是让人觉得这个国产的玩具的模具精度还有这个制造水平在蒸蒸日上啊。那说回到这次玩具的可动性，依旧是宾感工作室的这个一大玩点。首先呢，头雕部分啊，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这个可动素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款玩具可能在你的心中的预期还有它的价值会大打折扣。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可变成至少2种形态的这种人偶来说的话呢，它虽然不是变形金刚啊，但是它确实是能实现蚂蚁形态和这个蚂蚁人形态2种造型，而且它比较有逻辑。你在变形的时候呢，其实需要去追寻这个上胸到下面这个神经节的这个节点结构去对齐，有点像搓这种俄罗斯方块。你在变成这个纯蚂蚁形态的时候，上面呢可能也要完全转一圈，按照说明书的这个说法是要完全转上一整圈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你想偷个懒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当我们把这个手完全打开的时候呢，它其实很像这个13号机还是什么样的，反正是个4翼天使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手臂，它很多做4臂的角色呢，他都喜欢把后面2只手臂背在背后的这个肩胛骨处。那这款玩具的设计呢，则是放在前面。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转动这个胸腰腹的这个关节，把它转到后面去，这都没问题。只是说它转到后面去之后，它的这个脊椎零件又会到前面来，就会觉得有点怪异啊。当然呢，这种摆放方式呢也都是因人而异，就看你自己个人喜欢。这个头胸和脖子的这个关节，它可以往前伸差不多45度，往后仰呢也都是45度的这个水平。你如果想把它做成蚂蚁形态的话呢，我觉得把这个头雕转360度，像这个说明书里面一样，然后形成这样一个抬头的这个模式，也都是非常的自然。那这边呢，因为视频的时长问题啊，所以说我这边就不把它完全变成蚂蚁的形态。而且呢，其实变成蚂蚁形态之后呢，这个大腿根部也要跟着一起旋转。
今天要在镜头面前展现的觉得有意思的部分呢，其实是它这个手臂的多关节设计啊。首先呢，肩胛的这个部分，其实你可以去做非常多的调整，把它张开也行。那你会看到啊，它这边的这个肩关节的设计，它有1段、2段，然后3段。它虽然相当于把肩部，然后二头肌，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多段的这样一个手臂关节，而且这个手臂关节的这个调整角度啊，大家一定是要看清楚了这个球腕的这个角度，那才能进行旋转。这个球腕根部呢，并不能做非常大幅度的这个调整，所以说也不要进行瞎掰啊。当然呢，做成这个样子，一个是为了还原这个生物的这个结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它形成蚂蚁的状态的时候，就是趴地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它能够像真正的昆虫一样做出这个折角的这个感觉。无论是哪只手臂呢，都是可以做成这个样子。对，就有一个往后弯折，但是这个角质层依旧往后面走一截的这种感觉。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方面呢，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的，不知道大家通过镜头能不能感受得到？我反正完了之后呢，虽然没有到觉得很感动的这个程度啊，但是我会觉得这个设计师呢，其实在考虑这个蚂蚁形态，就是纯野兽形态和这个蚂蚁人的这个进化形态之间，那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啊，去考虑它2种形态之间生物的这个特征。那光这个4手形态的模型呢，其实有非常多啊，比如说这个在终局之战，就是 MCU 终极之战里面灭霸的这些小弟啊，到处跑的那些怪兽呢，也是4手形态。但是这个角色呢，明显看出来呢，就是像它的整个冰感工作室虫系列的设定一样，它算是虫灾里面就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生物形态。那相比起这个 B005 大王虎甲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个体，或者说它已经成为了这个族群。有没有这种特殊个体的存在呢？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蚂蚁呢也算是虽然算不上蜂巢思维啊，但是他们应该有一个蚁后啊，或者说有数个那种大型力量比较大的工蚁的那种特殊个体。如果说的话，它后续能针对这个蚂蚁开发出就是基本上看起来面相很相似，但是体型非常就是大相径庭的个体的话，我个人会更买账一些。两对手臂呢，形象虽然不一样，粗细也不同，但是可动的逻辑是差不多的。下半段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以一个根部球关去进行相连的，活动幅度有所受限，但是能够达到的这个功能呢，还是非常之优秀的，我觉得是 OK。很可惜啊，就是没有带任何的武器，只是常规的手型。当然，它可以抢这边的昂克瓦尔人的一些武器进行使用。下半身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前踢幅度呢，这个踢腿直接踢一圈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还要实现变成蚂蚁的这样一个反弓足的形态，对吧？然后大腿根部呢，也是一个常规的球形关节，可以去进行360的旋转，没有问题。双段关节的屈膝可以做到这个大腿贴小腿的程度。然后这边的话呢，也是双段的脚踝啊，一段这个地方是偏松一点的，大概是这里。但是你如果利用前面的这个甲片的话，它可以立得比较紧。然后呢，脚趾还有可动。简单来说呢，可动方面它已经没办法按照常规的这个可动人偶去进行定义了，因为它是一个多段关节的怪物型的昆虫人形，那我只能说它的可动性是非常牛的。但是至于它能够摆出什么样逆天的造型，还是得看大家自己的美商，还有这个把玩玩具的功底啊。我个人觉得呢，其实你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掰成一个就是正在进化中的状态，或者说所谓的这个半人马形态，那是非常容易达成的。而且整个过程呢也是极度的自然。我们简单的调整一下这个姿态，这个姿态就很像是这个冰感工作室他们这个卡片里面中间的一个环节，对吧？中间的这个环节，这个环节呢，我觉得是非常之诡异的。而且如果你的这个经济实力比较够的话，多入几只，然后去把昂克瓦尔人等一些小队给包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算是非常能撑场面的一款杂兵型的玩具吧。在视频的最后呢，我们还是做一下身高上的对比。这款玩具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热度不是很高，如果后续呢现货价格能够再稍微低一点，或者说有其他朋友拆件啊、推坑啊，
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再去量产，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如果不差钱的话呢，大家随意。玩具本身是好玩具，单体的这个价格呢，我们合不合理啊？我这边不多做评论了，这个都是市场决定的。身高方面的话呢，大概是在16公分，那相比起这个16.5公分的我们的这个粉碎者放在一起，其实他们两个身高是差不多的。如果完全站直的话，它会比粉碎者的这个头盔的顶部稍微矮上一丢丢，但是身形方面，粉碎者呢明显是一个非常壮硕的大汉，但是这一款蚂蚁呢就很纤细，但是不缺乏力量感。另外一边呢，则是我们的大王虎甲，非常大的一只，放在一边。整体的观感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家的玩具啊，我目前就入了这3款。那款小狗呢，我是觉得没什么太大兴趣，就没有入手。后面的这个水鬼兵呢，我个人觉得呢，武器配件比较多，但是价格呢也偏昂贵。后续如果说还是忍不住下定的话呢，到货之后跟大家去把玩分享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我是Toy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